Hello，大家好啊！我们今天又请到了陈老师啊，然后我们今天聊一个比较火的一个事件哈，是对吧？这个著名导演王家卫，也是香港导演里面特别独树一帜的一个文艺片导演啊，他执导的这个《花样年华》呀，是吧？还有这个2046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最近呢。可能也是这个，是不是流年大运出点问题？这个嘴有点把不住门了，是吧？然后这个录音门啊，他底下的一个这个生活助理也是他的一个小编剧，可能是跟这个公司啊有种种的这种，可能是小矛盾，是吧？就是引发的这个，咱也不能说小矛盾啊，可能对人家来讲这事儿还是挺严重的，我觉得，涉及到什么这个侵权呐、是吧？就是这些，包括你该给人家署名没有署名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这个文艺工作者啊，觉得这个还是挺严重的。对，对于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些方面，还是应该是重视。没错，没错。所以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看看这个王导啊，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啊，就是出现了近期的这些负面的问题啊。那么老师也是拿到了这个其实我拿到了啊，对对对，我分享给老师，我跟老师聊，咱这个能不能讲一讲，聊一聊是吧？这个是王家卫他在这个公共区域能够查到的这个生日，啊，如果说他这生日如果说是错的话，是吧？那可能人家是故意的啊，咱只能是靠这个依照这个来说了，对吧？对。不过我看好像网上很多的人都用这个，啊，都用这个，对，来做他的一些。那感觉应该是就是咱们拿到的信息都差不多了，对，所以今天也找陈老师来看一看啊，就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八字里面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对，我们先简单的说，就是刚才你那个话题啊，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八字是真的还是不真的，或者说呢是对还是不对，他的出生生日对还是不对呢？其实我们看怎么样，大家怎么样拿到的这个信息哈。譬如说，平常有人说我自己就不知道我生日是哪天啊，或者说我父母不记得了，但是呢，他们报出生的时候，或者说报我的身份证的时候，就用到这样一个日期。那么，这个身份证上这个日期就一直跟着你，是不是？他为什么会一辈子跟着你呢？还是跟你有渊源的，是吧？这个如果说即使你编出来一个假生日，但这个假生日就一直跟你有关系，大众一直认为这个就是你的生日，那就会产生一定的对对对，他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和这个节奏都同步到你的生命里边。明白，一定会是这样的。强行给你加了一个编码，另外一条，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八字，或者说八字错了，或者说这个课起错了，这个局开错了，怎么办？错事错断错课错断，就将错就错就得用了。他还是能够看到很多的信息，而且还是很准确的信息。明白，明白。那有一些朋友就是观众朋友们也问啊，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来讲，咱们这叫六字嘛，对吧？对。六字的话，可能有两个这个字咱们就不知道，这个石柱但是朋友们就问这个准确性会不会打折扣啊，或者说影不影响看他的这个流年大运呢？一定会影响，一定会影响。那么，你看6个字就不如看8个字，看8个字就不如看10个字，因为加上你的大运嘛，然后再加上流年12个字，你再加上流月14个字，就是我们可能如果说要想把一个事情看得更仔细的话呢，应该是有更准确的信息，越详细越好。对，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确实是我也不知道我几点出生的，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不记得了甚至说我的父母都过世了那么我也没地方去查证，那么怎么办呢？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猜我们可以去按照他的生活习惯去判断当然这个是猜的有技巧的咱不是拍脑门就瞎猜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去来判断呢？一般的来说，我们就是按照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行为习惯对，因为我们石柱的这个信息都是或者他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什么样的，对，经历是可以的，经历是可以的，尤其是像他的婚姻呐、他的孩子呀这些重要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你的石柱嘛，代表你家里边的这些东西，代表你内盘的东西。对，那么石柱又是子息宫，那么我跟我的子息去判断一下根据我的子息，根据我这个生出来的这些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作品也好，还是我的团队也好，那么这些去判断一下，还是有比较大的几率的。明白，明白，对。那我们来看看王家卫的哈，咱对这个王导这个局呢，如果说我们就看这个前6个字哈，我们看前6个字的话呢，就是戊戌、己未、乙未这6个字哈，这6个字。等一下，咱们还得录节目是吧？您就出去再溜溜弯儿，行吧？就是我们看这前6个字哈，这个前6个字是一个很偏的局。对呀，这个土太重了，是吧？土太重了。这个王导这个前6个字呢，只有一个木木还是他自己，然后呢，这个其他都是土其他都是土。当然，我们说后边我们再讲它这个土里边还有别的元素还有其他的5行元素在里边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图上一看我们这个颜色一看就知道一个木5个土，很偏。那么很偏代表什么？很偏也代表很多的信息在里边哈。这个我们所谓的木是我的日元，然后呢旁边全是土，土是什么？财。对，土是我要克的，我克为财嘛就是我财多。财多就是财太多了，财太重了这么多的财，这么多的这个土，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首先一个就是大家一听，哎呦财多是不是我钱多说是不是这个人特别有钱？就大家最直观的一个认知。对，其实我们讲八字里边的财呢，是可以直观的拿它当钱看可以拿它当钱看，但是财多了并不一定你自己能得得到。就是看你自己这个财能不能跟你的内盘有关系，能不能跟你家里有关系，我自己用什么方法能把它得到。财呢，一方面是说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我的钱另外一方面呢也指我想，因为我克为财嘛。对，我要克它，我就要付出我的时间，我就要付出我的精力，付出我很多的相应的东西，等于是消耗自己。对，消耗自己。那么同样也就是说，我希望花我的时间去精力去拿到的这些东西那么除了钱之外，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对其他的这些这个，比如说我想要的。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财我的老婆是财对吧？我的女朋友是财，那么我要花时间，我要花精力，我要花钱，我要去是吧？得到，对，我要去得到它那么当然除了这些呢，就它代表普通的所有的这些我想得到的东西，也就是我的欲望对，也就是我想要的。这个欲望很大呀，是吧？欲望比较强财多的人的话呢，就是我也想要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看什么我都想要。明白。对，但是呢，你能不能得到呢？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有没有手段？对，有很多人是财多，但是他得不到，那么都是过手的财。我们其实举的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银行的那个行员是吧？柜台上面的只是经手。对，他是收银员这个超市里面的收银员都是他天天过那么多的财。他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跟财打交道，对，但是呢，这些财都不属于拿不到自己手里。对，怎么样拿到自己手里？那就看他有其他的这个方面，有其他的手段了。所以这个财首先说财太重就是想要的东西多。当然那个我们说财代表女人也有体现是吗？就是王导这个他的女人身边的女性多不多呢？一定是多的。导演嘛，对，他身边的演员肯定是多的但是他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花絮呢？目前来看
我们没有看到，或者说这个花絮是指就是我们说男性的桃花啊，或者说这个出轨啊，或者说怎么样啊，对对，这个因为盲派有一个这个就是很准的一个段数哈，那么叫做这个如果说男性以土为财的话。以土为财啊，以土为财，那不就甲乙木的日元吗？对吧？以土为财的财多，反主易婚。反主易婚，你看他财多，平常说男性的这个八字里边，如果说财多，是不是老婆多呀？是吧？啊，是不是女朋友多呀？女性多呀？那他多婚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呀。但这个甲乙木日元的就甲乙木不一样。日元的作为他的财是土啊为财的，只要这个土一显多，3个、4个、5个，那么他反主易婚，他不会离婚，或者说他的婚姻状态很稳定。啊，类似我们除了王家卫导演的，还有很多的这种例子哈，包括朱镕基总理的啊，他的财很多啊，但是他就是管理这个金融体系的这种工作嘛。对对对，当然这个是一方面哈，我们说这个财多反主易婚啊，但是呢，你说他身边有没有女性？女性非常多，围绕着他这个象意是吧？但是并没有说影响他的婚姻啊，影响他的家庭。但这次这个录音门里啊，也是大家也发现，好像是他在跟这个编剧秦雯在开黄腔啊，在调情啊，是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难免是吧？对啊，财多嘛，这个我觉得可能在男性某些时间段啊，他自己的这个思维一发散，那他可能是什么都会有。对，就是咱说的，就是话赶话上头了啊，对，是。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再看这个财多哈，这个财多呢，一个是主这个钱啊，直观的是钱，第二个是女人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些话题，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哈，它还主什么？财还主才华啊。那这个正偏财这个有什么区别吗？就主才华。正偏财主才华的话呢，其实它都有主才华的意思但是正财的话呢，这种才华呢，就是比较就是平缓的。没有那么过激的就是我有什么才华呢？有点像那个正偏印的这个。对，就是我可能我在工作当中干得还不错，然后呢，我有一些正常的这个知识体系我有一些正常的技能技巧，然后我在家里边我也这个能修补，就比较循规蹈矩的这种。对。但是呢，那偏财的话呢，它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偏财比较偏激的，比较过激的，猛烈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这一下子那么这个偏财就是，你别看我平常在家里不干活，但是我可能在某一个方面在特别突出，我在外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特别突出，譬如说我的表达非常突出的譬如说我的思维逻辑非常突出的，还是我的理财能力非常突出的还是我在这个文艺方面有一些非常突出的才能那么这都是正财和偏财的这个区别那么他这个财多的话呢，也代表有一定的才华，有一定的才干当然这个财多呢，我们也看还是实的还是虚的当然盲派里边讲虚财更主才华但是实财呢，对，实财也主才华，虚的财更主才华。那他这个呢，我们就从3个表面上，三个这个方向上说，一个是钱，一个是女人、女性，对，异性，对当然对于女性的日元这个一个女人的话呢，她的财她就不是男人了。对，她的官杀是男人她的财呢是她的感情。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局里财多，她的感情很旺盛明白，比较丰富，然后她用情很深她遇到一个这个感情的问题，她就可能一下子陷进去，她用情非常深所以呢，这个是男性和女性对于这个财在感情上面不一样的地方。男性就是我就要得到这个这就这个另外一半或者说女性的这些东西这个是他首先财多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局呢比较燥，嗯，土木火是吧？就这种对，它这个主要是燥土为主，造土为主，对，燥土为主。你看戌和未里还有两个边都是，木库是吧？对，它都是含火的，它本身就是燥土。然后呢，这个戊也是个燥土，己呢本来不是个燥土，但是被这个土连在一起了，它也是成为一个燥土了，所以呢，它整个局会比较燥。整个局会比较燥。那么，我个人判断哈，它的这个石柱肯定是有相对不燥的东西，让它稳定一些的，金水类的这些，一定会有金水类的，要不然的话呢，它也不会说这个就是这么大的成就。因为它如果说某一方面的这个能量太偏激而没有交换，没有这个就是它这么多的土没地儿去用，我这么多的财没地儿去用，我的钱我也没地儿去用，我的才能我也没地儿去用，这个就会，怎么说呀，就会没有那么直观的这种好效果，所以呢，它这个局呢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于就是现在这个局里边已经很燥了，已经很燥了，这个。戊戌己未乙未非常燥，那么只要它的石柱上边有一个，就是它肯定要出现一个不燥的，或者说一个金一个水，肯定会不出现这个不燥的这个字。只要出现这个不燥的字，这个字是什么？是调后吧？对，是调后，是它的唯一的这个需要的东西，我们叫这个调后啊。所以呢，咱们那个给那个朋友们普及一下，这个调后啊，就是去平衡整个局里的这个能量，是吧？这个如果说木火特别旺的，这个金水就是一个调后，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这么说，对，可以这么说。一般的来说，我们说调后也分好几种哈。那么，但是呢，它这个局里边特别这个就是很燥的时候，它就需要一点点冷静下来的东西，让它凉快下来的东西。它凉快的这个东西，肯定就叫它的调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也有叫调喉的是吧？对，我们习惯念调后，因为古音是念调后嘛那么现在有人说调后还是怎么样？那你调也好，调也好，反正就这个意思。对就是把它那些太旺的东西给它降一降，让它有往平衡方面去做一个发展。对，如果这个局偏金明水清是吗？叫金寒水冷，就得是有点这个土木让它暖和暖和的这个，是吧？木火的，对，让它暖和一下。对，所以呢，从调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看它这个局好在什么地方？好在于它配任何一个时辰都有金水。它这个乙未，咱们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你可以猜哈，你可以猜它到底是什么但是你看它如果说从这一天开始的话呢，0点钟是个丙子时，丙子时子水，对，肯定是调后，然后丁丑金水调后然后戊寅这个时间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是的因为这个更燥了就。对，它就更燥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一看就知道判断说这个时间它肯定不在它的局里边，它肯定不是。它如果是这个时间，那就不可能造就它现在的成就。没错，是这样的。然后己卯也不是戊寅己卯都可以排除了，我觉得是。当然现在我那天还就是咱们前天约的说今天拍哈，然后呢那个我前天还看了一下，说网上有没有这个老师看他的局，我看有一个老师分析他是己卯我觉得不太像，不太像当然，因为他的这个他前阵几个运走的还不错这个王导的这个前面几个运走的还不错。然后我们要是再往后的话呢，这个庚辰其实我觉得是最接近他的这个金水都有了。对，另外一个而且还是个大水库是吗？对，它是有交换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庚辰辛巳的话呢，这辛金是个调后。然后壬午壬水，癸未的癸水。然后癸未了之后甲申的申金，
已有的有金啊，这都是叫后。其实他那个局占便宜就占便宜在什么？就是前面太阳了，太燥了啊，但是后边只要出现任何一个那个金水的东西，它都是好东西，它都是特别特别渴望的，肯定能有用，肯定能有用的，而且作用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就是他这个局占便宜在这里，就是前边那么燥，后边只要出现一个东西，全都是好东西啊，所有都是好东西。OK。那么所以我们说呢，王导的这个整体的格局呢，它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说他这个木太弱了啊，说这个一个乙木，我刚开始就那么觉得，是吧？一个小乙木是吧？对，一个木太弱了，这个这么多的财，那它是不是从财呀？啊，对，从格。对，我们传统命理有就从财格、从官格啊、从杀格、从这个从那个，但是呢，其实成这个从格的条件非常苛刻的，不是一般都是破格是吧？都是被破了，对，就是对，不太容易成格啊，不太容易成格。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如果说从格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会有这样的表达啊，很含蓄了，就应该是对，就是从格有很多的这种外观上的表现和他的行为方式上的表现啊，他的行为方式上面可能从的也那同样要从嘛。是吧？你这个能量是说，我这个都从了财了，那么那肯定是外边财给我什么样的要求，那我就从财。那就像我们现在说一个投资人，给一个项目我要投资，那你这个项目你就必须得按照我投资人的这个想法去做啊，那是从财。那你从的那些人呢，肯定他的表达不是这样子的另外他就很会隐藏自己本身内心的想法。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思路啊、思想啊，这个编剧的这些想法、导演的这些想法，他就出不来。他就只能从着别人。就是你很主观的这些想法就表达不了了。对，是的，是的，自己的主观会受压制，会受压抑。然后呢，我们再看，他说为什么他突然发生这个事情了？前面都挺好。当然，咱们不否认，他说前边他也在私下里边，但是没有被爆出来。对为什么没曝光呢？就是那天我们简单聊了几句聊了几句，你看换运了，2025年换了一个丙寅运，他之前是个乙丑，对，原来是个乙丑运这个丑运的话呢还是不错的呀，丑未冲啊，丑未冲有这个交换。对，在是吧？对，这个丑运的话呢，丑未冲这个坐下的位库是开的，原来的话呢，这个这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位库的原因，它不形成从格呢？位里边有它的这个比劫有它的比劫，所以说呢，就是说它不是特别弱的木因为乙位有帮手，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对，因为乙位的话呢，它在坐下它有根。有一库的这个比劫，这一库的比劫的话呢，就是可能能够在背后支持着它，或者说撑着它，或者说这个位库如果不开的话呢，这个坐下的这个乙位的这个位库不开，那么他跟他竞争的那些人也想不出来，因为那么多的比劫嘛，在我坐下，在我身边的人，越是在我身边的人，你们越没有我的知名度大。对，那么但是外边的这个位呢，这个位，这个己位的这个位是跟戌相刑，是开库的，所以离他远一点的这些这个导演们，还可以跟他有所抗衡。只要是跟他沾边就越显着他独树一帜这种。对，在他身边的都被他还真是这样啊，还真是这样。就是显不出来他的，就像那个我们所谓的丙夺丁光一样。就是您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想起来，就是前些年看这个什么金像奖什么颁奖典礼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他总能在这一堆导演里边，你一看，这个王家卫戴个墨镜是最夺眼球了哈，就是他，对，没错。所以呢，这个这个乙位的坐下的这个位还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开库在这个原来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在他15年这个运15年到24年这个运这个坐下是开库了
这个坐下开阔的话呢，说明他身边也有很多的这个笔节成长起来，有很多的这个跟他一样新进的这些导对演啊这个第几代的导演们都成长起来。另外一个呢，他坐下的这个库开译，对他来说肯定也是好事情。帮他的嘛，他内盘的这个笔节是吧？对，就是他内盘的，他坐下的这个笔节还是这个带着财的笔节，还是你看啊，既带着财又带着笔节，还带着时辰。哦，还真是，他的这个语气是个时辰。对，语气是个时辰，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导演，第一个可能是他周边啊，就是在他周边工作过，或者说学习过甚至是一手被他带起来的。那不就像这个曝光这个录音的这个古二吗？是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嘛。对，甚至是他的这个生活助理特别近的这种关系。对，那么这些人在上一个运里边还是当然这个运也好哈，这个运在他这个身边曾经被他培养过的呀，或者是曾他被他提携过的，或者说甚至你也没有注意到我，但是我借着你的光环。这个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我自己的自我提升，这是 OK 的。那么这个是上一个丑运，但是现在这个丙寅运呢，这丙寅运这个丙火透出来了哈。对，这个伤官出来了，伤官出来了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原来我的食伤是在戌里边的。是吧？原来我的这个食伤是在戌里边，当然在我胃里边也有但是是个退气在我的坐下的时候他们不太显，然后在外边呢，在这个戌里边呢是可以有他们一席之地的但是呢最近这个现在这个25年这个运，我突然换运了，他们就表现出来了。明白了，他们表现出来了，就是我的伤官我的时辰表现出来了，什么意思？我培养的这些人出格了出圈了，出现了，有能跟你分庭抗礼的这个是这个意思，这个能力了，有点对他们表现出来了，起码是他们表现出来了。然后我们说伤官，它又是一个过激的表现，对，一个过激的表达。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原来王导肯定他也评价过其他人在各种场合评价过，但是为什么没有被爆出来？为什么一下子他现在会被爆出来？就是因为他走的这个伤官运。对，这就是一个因缘聚合哈。对，没有走到这个大运，他就没有碰到那根线。对，他就不会被爆出来。另外，我们看哈，我们这个排盘软件底下，它有一个起运时间1965年11月。对，你发现没有？1965年11月，它起的运，也就是2025年11月，它换这个运，刚换运。发现没有？我也听说过，就是人一旦换运的时候，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特别状态哈，特别不稳定就是在换运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段那么会出现很多的变化，很多的还挺剧烈的。我看这个非常剧烈，非常剧烈。所以你看，就是那为什么这么巧，就非得在11月报这个事儿？因为人家换运了。对就在换运前后，所以我们说，很多的时候说我们个人自己要换运的时候，我提前要知道我什么时候换运，在哪年哪个月换运那对我这一年我都要小心。对，我这一年从立春之前，前一天我要躲春。然后呢，我到立春的时候，我要这个平安的度过。然后我到每个节气都要注意我的这个身体也好，情绪也好，做事情。对。然后当我在这个65年的11月，当然到25年的11月，我要换运的时候，我就要夹着尾巴。我估计王导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是吧？他呢，我觉得他肯定身边也有高人，也会有老师，但是呢，不会给他解释的这么细，就是他不会说他要天天去跟老师交流这个，他可能想不了，没有自己御用的这种贴身的这种时时刻刻为你去就是怎么说定制化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要想有，肯定会有的也可能有没有可能他不信呢？也有这可能吧？有没有这可能？我觉得他不会不信，不会不信的，尤其是在香港，而且还是在这个娱乐圈。主要是因为他坐知这些位和虚这些字
啊。未和戌呢，在我们这个什么里边哈，就是八字里边，它往往代表，你看戌呢，一库的火，一库的丁火，它代表什么？佛教场所。那么魏呢，代表什么？老百姓都能去信的道教场所所以魏和戌都有很强的宗教的这个宗教场所的这个像是吧？对这个像，所以呢，他的身边他肯定是要信很多的东西的就他这个局肯定是要信很多东西的，并且呢，他是这个什么？身边我估计老师也会有，也会不少，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哈，老天爷给你的这个剧本你作为一个导演，你也要按照老天爷的剧本去演那么这个剧本既然出现了，那可能这个事情就是很难避免的就是很难避免的，必须得走这一遭，必须要出现。既是导演也是演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呢，它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容易用这种形式出现，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对于他来说未必是个坏事，但是呢，有点不破不立那个意思是吧？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从他这个局里来看的话呢，就是丙寅运对他来说肯定是不好的运丙寅运因为更燥了，没错。因为我现在本身那个局里边的假设说我们说他的这个时柱。它是一个，我这儿排了个丁亥我是因为这个前天晚上我们说聊起这个事儿来，我就用当时的时辰排了一个，但是呢，并不一定是丁亥我们只是说，就是你不管它在时柱上是有什么，有一个金，有一个水，那么只要前面的势大了，它这个金和水可能盯不住，因为太弱了嘛，对，撑不住了，撑不住了，这个丙寅一来了，这个金可能被化掉了，对，水就蒸发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这个运呢来说，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运。你看前面这些运都还好从开始起运、庚申运、辛酉运、壬戌运、癸亥运、子运、丑运这都没问题，都是金水运所以它整体走的运是非常好的。我看着这个2035年这个丁卯也不太，是不是也不太好，是吧？丁卯运是更不好的，更不好的。所以呢，你看他这个丁卯要是这样的来说的话呢，其实上次我们讨论的那个事儿就是，你丁卯是不是乙木落地支了？还真是乙木落地支了，是不是？那就可以收了，是吧？收也是一方面对。然后亥卯未还成局了，卯戌还合了，闭库。闭库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个卯戌合了，合完了之后呢，因为它木太强了。亥卯未是不是也成局了？如果是丁卯运的话，亥卯未成了木局了。成木局了，然后呢，卯戌合了个什么？卯戌咱这个还没有仔细讲呢。还没讲地支的这个。对，卯戌合火。地支合了木局又合火。卯戌对，是。对吧？合了木局又合火，那这个木还有吗？烧掉了，所以他在卯运的时候会非常的不好，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不一定因为他卯运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丙寅运本身对于他来说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运肯定是个下坡路，这个到那会儿再看吧，反正这个运估计他会这个伤官发作伤官发作嘛，你看这个丙寅运丙火到了，伤官出现了，然后呢这个伤官呢天干没水，是不是？对，无治。也是一个伤官无治的一个。对，谁去治他？没有伤官没有治，伤官没有治怎么办？那伤官就去那个什么去了，就闯祸去了。对，就是干不该干的事儿了，因为他本身财太多了。他又不需要这个伤官来生，对，然后呢，那伤官没事干吗？那伤官没事干，我就到处去发表点言论吧，对，我就要到最后还是跟这个表达上会惹祸，表达上会有问题。然后呢，他其实这个丙火的伤官也代表他还会有新的这个作品出来，肯定会有新的作品出来。这个算谢秀吗？算谢秀，算谢秀，对，因为他这个伤官又无治又无用，
你当然你生财是可以生的，但是但是不这财已需要经这么多了，对太多了嘛。对，所以说他后边生出来的这个商官，也就是他后边再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很多的产品是可能就是票房卖不出去的。或者说呢，这个他只是说我自己拍的好玩，或者说他自己自嗨的这种东西对他后边的这个产品，他好像挺愿意做这种事儿的。那之前一个电影能拍个3-5年，对，好多大牌明星都不敢演他戏。就是刘德华曾经说过嘛，你3-5年可以，但你要告诉我这3-5年里拍多少天，我什么时候到，对吧？你不能说你一没剧本，二没时间，对吧？三没有档期的安排，这个他总好做这个事儿，这个确实是。这个我还真就不太了解。这也算不算的商官那种就是比较无知的那种体现？就是他拍戏有的时候来，演员都不知道自己该演啥。就像这个2046里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巨星啊，叫木村拓哉嘛，他曾经在访谈里就说嘛，这个他到了现场，然后他就问导演我该怎么做？他说你就演你在等人。你在等一个人，你别管你等谁，反正你就是在等人。对，这木村拓哉也一脑子问号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说他们在演完之后都不知道这个会把他们剪成什么样。其实他后边的话呢，可能对于演员来说呢，也是，就是对，也是折磨。但是呢，他比原来要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他所有的这个时商是不是在这个虚里边？对，在这个虚库里边，就是所有的演员也是他的时商嘛。也是他的这个什么？但是呢，这个虚呢是被未刑的。所以这个正常的状态下是吗？对，正常状态下是被刑的呀。所以呢，这个虚也是库是开着的，所以虚库开着的，他的这些时商也都 OK 的，也都是很有实力的。戊戌的这个在年柱的这个戊戌，代表很有实力的这些演员，或者说这些明星们。那么那我要跟他们合作的话呢，肯定是未戌刑，我得能行住你。对，就是我让你不舒服。在拍片子的过程当中，我很多的时候是让你不舒服的。而不是说我们假设说从演员成长为导演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就知道我做演员的时候我经历过什么。那我尽量对演员要好一些。他是没有，他是未戌刑的呀。那未戌刑的肯定是让演员很不舒服。未戌刑一般是对戌比较不好，是吗？其实对未和戌呢都有伤害，但是你看他局里边谁刑了谁？未更多呀。对啊，未多了嘛，那肯定是把戌刑掉把戌刑坏了。所以呢，这些尤其是离他越远的这些演员这个戌里边的这些演员，那么他只要是用跟他合作都是一个刑的合作。都是相对不是特别的愉快，或者说中间会产生一点点的小矛盾的。这个形式。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个局给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包括呢他的这个后边这个运已经开始要太燥了太燥了。对，太燥了，他要走一些相关的下坡路。所以呢，这个运对他来说并不是特别好的运，而且呢，这个丙火是谁的？丙火既然透了天，一个是表示我的伤官到我的伤官要发挥出来，然后呢，这个丙火实际上在戌里边透出来的，也是他自己做下的银透出来的，这已经不是他的产品了，已经不是他的作品了。所以他在这一轮这个大运里边，如果说首先一个说他做的这个产品做的这些作品可能是叫好不叫座，或者说呢自嗨的一些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些产品如果是他的就是其他人产生出来的，反而是就是他身边的这些人，比如说从虚里边从远处的这些原来的这些合作者他们产生出来的，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对于虚来说，成就别人了是吧？对于虚来说呢，它是我自己库里的丙火透出来了，那么那是很漂亮的伤官。然后呢，这个银也是它的比劫嘛，也是这个日元乙木的比劫，对，是吧？从这个银里边透出来的，也是说
别人产生的这个产品作品啊，就不是你了。对然后给了别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一个呈现。这个丙年运它会是那种损耗自己造就别人的这种。对，整体是走下坡路了。其实你要说从年岁上来说呢，可能身体上也会有问题了也会有问题。这就是六亲方面的这个。对对对，因为太燥了不好。对于他来说，寅戌是不是还拱合一个火？是吧？寅午戌拱出个午是吗？对，拱出个午火拱出午火，所以这个局里边又是木又是火，然后合又是火，对，身体会不好。身体会不好。当然，人家这个大导演哈，人家有很多的方法，对自己调整方法。当然，他这个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按我来说哈，如果说给他做一些建议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去一些寒凉的地方，往北走一走，北欧这也像是您给我的建议我也需要往寒凉的地儿走一走。对，往寒凉的地方走一走，或者说做一些寒凉的事情。当然，你不能说天天去喝凉水啊。我天天游泳可以吗？游泳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好，咱们录完我就去游。对，金水的方法，那当然是多听听音乐说明我做音乐这行还是对我自身还是有好处的，是有调后的作用有调后的作用。对，是的，明白了。王导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们暂时不能判断说他就是我们也没有想着去判断人家到底什么时候怎么样会出现什么事情但是他出现这个事情的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换运。这个11月换运，并且呢，这个伤官透，这个伤官又无志，然后伤官又去泄秀，又啥事儿都没干，就去干点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事儿不太好。这个运呢，让他慢慢走吧。对，咱们这个静观其变是吧？对，所以说其实咱们去解这个局并不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只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咱们就是处在一个学术讨论的这么一个范畴里。因为我们是看到这个事情了，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在他的局里会出现这种事情。当然，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说假设说一个朋友来问我，或者说一个客户来问我，那么说陈老师，明年我会怎么样？或者说我有一个生意，我要不要做或者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要不要调整？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局里边，按照他的今年、明年、后年有一个定制化的建议。对因为人家王导也没找我问嘛，是吧？所以他没有打开他的通道给我，我只能通过他原来这个6个字，我去可能做一些分析。如果说他能给到他的老师或者是怎么样8个字，是吧？这种最全面的这种信息，对，并且就是他张嘴去求的时候，那他问题可能就不小了。不，他的通道就打开了通道就打开了。对，就是你没有让我看，我去拿了你的生日，我就来张嘴就分析，那么可能很多的通道是关闭的对，是的，对你当他要主动去提供给你，对，当你主动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石柱是什么，但是你就能不能凭我前6个字帮我做一点，这有点不服的意思这个是吗？就是说来考，对吧？我的意思是说，就只要你给我打开那个门，我就可以帮你对，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调整。这几天我也收到一些观众的这个来信就是邮件，有些观众就问想和老师聊一聊，然后觉得自己很不开心，生活不太顺遂，觉得需不需要什么做一些什么风水上的一些调整或者是什么佩戴什么东西可能针对于这种普通观众的或者普通人的这种想法里，可能是不是要通过什么佩戴什么物件或者什么方面去改善？但如果说咱们知道观众有这种需求，一般来讲就是觉得他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入手做改善？其实我们说这个命理和风水，它是一个内应和外应的搭配，一个配合就是说你要知道，你首先了解自己的这个节奏。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那明年我是挣钱还是赔钱？或者说我是顺心还是不顺心？我身体好还是不好？就像这个王导这个大运对对似的，是吧？对对对，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再针对性的去调整。假设说我说我这个用一些行为，用一些环境的改变，我改变不了的话呢，那我再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借助这些东西呢，来帮我这个，一个是说调整能量的平衡也好，还是改变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好这个我们觉得两个方面要结合单从某一个方面，可能整体的效果都不一定好。首先可能就是需要观众给您提供一个非常详细的信息，打开这个通道，是吧？对，当然这个越详细当然是越好但是呢，你要不详细的话呢，那你提供给我什么信息，我就会用什么？对，我就会用什么因为你看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客户跟我说老师，你看我要投一个标，我要投一个标呢，是什么样一个集团？然后呢，他这个集团呢，这个主审标的这个人听标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他上边有什么人，他下边有什么人，给我提供这个渠道的是他们部门里边的哪个人，他把很多的细节告诉我，我就可以在他的八字里边，或者说我们单起了一个课里边，我找到这些人，找到这些人之后，我看到他们之间什么关系，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标算了，你就不要再那个什么了就不要再费心思了，因为明显的是这个听标的这个人他最后拍不了板儿。他只是走个程序，对，走个另外一个过程人拍板，那个人已经跟你的比劫，已经跟你的已经竞争达成一定的协议了，是吧？他们是有利益关系的。你明显的看着人家带着财你的比劫带着财，跟那个大领导他们是合的然后人家还要这个就是走了这个过场之后，人家还不用他那个竞争者的标，还用的是你的方案。这个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这个东西你没地儿说理，但是呢，还不如提前撤呢。对，但是课里边已经显示出来了。我说你也就经历这些事情，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过程就行。那您能不能稍稍透露一些，就是之前您合作过的这个，就是比较知名的这些企业或者是有没有？就是我一般的来说，我讲课呢都是在北京的这个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这个都是比较大的这种有企业家吧当然也有体制内的这些人那么他们的一个小圈子，政商圈是吧？对，有点这个意思。对，原来我讲课呢，包括后来讲完课之后，他们单独找我咨询的这个都是有的另外呢，就是一些金融圈子像这个浦发的私行呀，招商的私行呀。就是这些私行的客户来找一找我，然后呢，就是一些学院的学校的这个老师们教授们愿意听听课，这个有很多的像武大的他们考古系的考古系对老师，然后呢带着他们的学生来找我，说给我们一定要分享这些东西，一定要讲清楚然后呢，因为这个考古很多的时候是跟风水相关的这个好我们说是这个洛阳铲怎么下对，然后呢，在哪个方向可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不好的不管是所谓的机关也好，先自保嘛，是吧？对，还是说有一些阴性能量也好这个都是可以帮他们来看一看。这以后也可以聊一聊，可以聊有这些故事是吧？这个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是观众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话题是的，对，我们今天也聊了有50多分钟了吧，快1个小时了。其实老师呢平时也是有做这种咨询的这种业务还有就是做这种定制化建议的这些业务，再就是开设一些这种命理风水的这个初中级班以及高级班的这些课程就是我是在老师的这个初中级班里正在学习，我是知道老师这个讲课的方式呢跟一般老师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一般不怎么会藏着掖着，只要是你对这个东西能吸收能理解，他都愿意去
告诉你里面是怎么回事儿。他一般不会去藏着掖着这种的。大家如果对这些方面有兴趣，都可以到老师这儿去了解一下，可以给我发邮件，当然也可以直接联系老师的频道啊。因为有一些节目呢，可能之后大部分的节目啊，都会是以我的这个严长安的频道和老师的频道进行一个共创的模式。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可以直接到老师那里去咨询问题，是非常方便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好吧，谢谢。我们这儿老师也口干舌燥了，哈哈，待会儿喝点茶。对。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发邮件给我，或者是在评论区里我们讨论一下，好吧？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好，再见。OK。